刮痧刮出来的痧是什么？真的是体内毒素吗？出痧越多越好吗？周一小李像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刚到电梯碰到了同事小张。打完招呼之后仔细一瞅，可把小李吓一跳。原来小张脖子上、胳膊上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。电梯里人多，小李也没好意思问。到了公司之后，小李就问小张：小张，你脖子和胳膊是咋回事？怎么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？小张回道：嗨，别提了，周末回了趟老家，我奶奶想着我工作累，就非要拉着给我刮痧，还说什么刮痧能排毒，出痧越多越好。那么小张奶奶说的是真是假？刮痧刮出来的痧是什么？真的是体内的毒素吗？一、刮痧的原理是什么？刮痧是我国比较老的自然疗法之一，有很长时间的历史。刮痧的原理不复杂，主要依据的是中医里的一种理论，用牛角、玉石等天然材质制成的刮痧板，在人皮肤表面轻轻刮拭，达到保健养生的效果。中医理论中，人体内有复杂的经络连接着身体的各个部位，气血在经络中来回流动，为身体输送养分和能量。人体受到外界邪气的入侵，或者因为生活习惯、情绪波动等原因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时，经络就会出现阻塞。刮痧通过在人体表面的特定部位进行刮拭，相当于给经络疏通，让气血得以顺畅流通。用牛角、玉石等材质，是因为这些材质天然、温和，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。在刮的过程中，刮痧板刺激经络和穴位，使气血流通，加快缓解经络阻塞带来的不舒服。刮痧还有活血化瘀的作用，身体某个部位出现疼痛、肿胀等症状时，很可能是气血瘀滞所致。通过刮痧可以帮助打散淤血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让身体重新有活力。从更深层次来说，刮痧还能调整人体的脏腑功能。中医认为脏腑是人体的重要器官，相互协作，共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。脏腑功能失调时，人会出现各种疾病。刮痧通过对特定部位的刺激，可以影响到相应的脏腑，使它们恢复正常功能，实现身体的平衡状态。二、刮痧刮出来的痧究竟是什么？很多人相信刮痧后皮肤上出现的红紫色淤青，也就是俗称的痧，是体内的毒素。按照传统理解，人感到身体不舒服时，会说是体内积累了一些毒素，认为刮痧可以帮助排出这些毒素。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可能并没有什么道理。毒素这个词的含义就相当模糊。实际上，我们的身体有自我调节机制，尤其是肝脏和肾脏这两个重要的器官，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有害物质，通过尿液和其他方法将这些废物排出体外。人体本身就有强大的自我清洁能力，不需要借助外部手段来完成排毒工作。刮痧后皮肤上的红紫色淤青，更多的反映了局部微循环的变化。用刮痧板在皮肤上来回刮动时，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压迫力。力量虽然不大，但对于脆弱的毛细血管来说，已经足够让它们扩张，甚至轻微破裂。一旦毛细血管破裂，里面的血液就会渗出来，与周围的组织液混合在一起，积聚在皮肤下面，形成了我们肉眼可见的红紫色淤青。实际上是身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，不是所谓的毒素被排出去了。不过淤青的颜色确实能反映出身体的一些问题，面积越大，可能是这个部位的血液循环不够顺畅。但这并不等于痧的颜色越深，就代表体内有更多的毒素。前面说过，毒素这个词在并没有科学依据，因为我们身体内部的肝脏和肾脏已经承担了清除有害物质的任务。所以虽然刮痧确实可以缓解肌肉紧张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，帮助缓解疲劳和疼痛等症状，但它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排毒。三、出痧越多越好吗？许多人误以为刮痧的时候出现的痧越多，就说明刮痧的效果越好，体内的毒素也被排出去的越多。这种看法不准确，刮痧的力度直接影响到出痧的数量。如果刮得比较重，那么皮肤下的毛细血管更容易破裂，出痧自然就会更多。反之，如果力度轻，出痧量就会少。再说了，不同的身体部位，皮肤厚度和毛细血管的分布密度都不一样。背和肩的皮肤比较厚较厚，这里的毛细血管也更密集，在这些地方刮痧更容易出现较多的痧。手臂或腿的皮肤薄，毛细血管分布也稀疏，
刮痧时出痧量就会少一些。另外，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也决定出痧多少。对于体质较强、气血旺盛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血液循环较好，刮痧时出痧量比较多。体质较弱、气血不足的人，由于血液循环不好，刮痧时出痧量会相对较少。有些人为了追求更多的痧而过度刮痧，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好的，甚至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。刮痧时使用的力度如果过大，会让皮肤表面出现更多的淤青，有可能导致皮肤破损。一旦皮肤破损，就容易引起细菌感染，增加患皮肤病的风险。因此，刮痧时应该掌握合适的力度，避免对皮肤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刮痧本身是为了促进血液循环，如果刮得过重或时间过长，反而会导致局部组织受损，引发疼痛和肿胀。长期下去还可能影响到身体的正常代谢和免疫功能，使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。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来说，刮痧是不适合的。孕妇在怀孕期间身体比较敏感，刮痧可能会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。有血液系统疾病的人，比如血小板减少症患者，刮痧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。这些人如果贸然进行刮痧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保健效果，反而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。所以在刮痧前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掌握正确的刮痧方法。4. 怎么才是正确的刮痧？1. 刮痧的作用与功效。刮痧虽然不能直接排出体内所谓的毒素，但它的确是有一些功效的，能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，加速局部的血液流动。良好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到身体各处，帮助清除细胞代谢产生的废物。除了改善血液循环之外，刮痧还能缓解肌肉的紧张和疼痛。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，或者因为劳累过度导致肌肉紧张时，刮痧可以放松肌肉纤维，减轻局部的紧绷感，尤其是在颈、肩和背这些容易疲劳的部位，刮痧可以让人感觉轻松许多。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，像感冒、头痛和颈椎病之类的，刮痧可以当作是辅助治疗手段。比如人感冒时，刮痧可以帮助缓解鼻塞、喉咙痛等症状，因为它能够促进呼吸道的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抵抗力。经常坐在电脑前工作的人们来说，刮痧可以缓解久坐不动造成的颈部和肩部僵硬。2. 理性看待刮痧的效果。要理性的看待刮痧的效果，不要过分夸大它的作用，也不要说的一无是处。对于一些常见症状，像肌肉酸痛、疲劳等，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。但是对严重的疾病，比如急性病症或慢性疾病的恶化，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治疗。刮痧的好处在于，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缓解肌肉紧张，对于缓解一些轻微的不舒服确实有帮助。但是必须认识到，刮痧不是万能的。如果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症状，比如持续高烧、剧烈疼痛或者其他明显的健康问题，最好是尽快就医，而不是用刮痧或其他一些偏方。刮痧时选合适的地方和合适的人来进行操作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最好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刮痧师来操作，他们会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给出最适合的方案，能确保刮痧过程的安全，还能提高刮痧的效果。结语：刮痧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，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一定的保健治疗作用，但我们也不能过分迷信它。刮出来的痧并不是体内的毒素，出痧的多少也不能完全代表治疗效果的好坏。在进行刮痧时，我们应该选择正规的医院或者专业的刮痧师，了解自己身体状况，掌握正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，避免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也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，不要盲目跟风，将刮痧作为一种万能的治疗方法。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心态才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。